注意看，美国拳王竟然当众跪地磕头，长跪不起。但他并不是在认输求饶，只是因为他刚刚被我们中国3大巨人连轰数10拳，哪怕已经被打到鼻青脸肿、满脸是血，在赛后采访时依旧嚣张跋扈，说他之所以会输，却是因为擂台上的地板太差，再加上他身体不舒服，不然他一定能打死中国选手。那好的，观众朋友们，刚刚那个嚣张的选手就是眼前被称之为美国功夫熊猫的史蒂文·班克。那为什么说他是功夫熊猫呢？因为这个人实力是非常的强悍，是美国自由搏击重磅级的拳王。那他这一次来到中国，已经拿下了2战2胜的战绩，更是直接嚣张的表示，中国选手实在是太不经打了，自己只需要轻轻动动手指就能打趴下。那这场比赛，我们的中国选手就是眼前的修鹏程。那他这一次是跨级而战啊，跨了2个量级，对手比他重了很多啊。那现在让我们期待一下修鹏程这一场的精彩表现。好的，观众朋友们，现在比赛已经正式开始，这一场是非常精彩的中美对局。那现在场上红方选手红色短裤就是我们的中国猛将修鹏程，另一边这个蓝方选手配了一个绿色大裤衩的，就是美国的史蒂文·班克。那这个史蒂文·班克被称之为美国的功夫熊猫，那这个实力自然是不弱呀，而且他还是这个美国重磅级自由搏击的拳王。那所以说这一场咱们的修鹏程打的还是比较难啊，对手不仅是这个体重要重一些，而且这个实力也是很强。那现在让我们期待一下修鹏程这一场的精彩表现。来自修鹏程，修鹏程显得非常的被动。但是这个功夫熊猫经常给人误解，觉得他好像身的这个肉够这个结实，但实际上呢这个没有。是的，特别是他的高扫低啊，经常让人防不住。看到修鹏程啊，连续的这种拳法，而且脚动的都非常刁钻，都是穿透了功夫熊猫的防守。现在这个修鹏程打得对，现在我们看到修鹏程连续的去进攻。虽然说这个史蒂文·班克体重大了不少，但是依旧不影响咱们修鹏程去发挥啊。可以看到现在裁判是暂停了一下比赛。要用自己的节奏打。对，除了你拳法之外，还要用你的腿法。对，你就用你的高鞭腿上折动作，是吧？因为对方毕竟那么重，他一动慢，你把速度给打起来。拳打完之后还要用腿法，还要用腿法。在上一场的比赛当中呢，功夫熊猫是力克中国的拳击冠军阿斯哈迪，说明他对防守这种拳法还是有自己非常独到的一套体系的。好的，这一拳打得非常漂亮。那史蒂文·班克的这个防守做的并不是很好，咱们修鹏程是直接找到机会。现在这个史蒂文·班克这个拳套依旧是放的比较低啊，想要摆出一副这个进攻的态势。这一下什么情况？可以看到咱们修鹏程是可能是替裆了，不过问题不大。现在这个比赛继续，现在双方连续的去换拳。那个修鹏程有点撑不住了。但现在第一局看呢，修鹏程打得很熟练。对，你就要移动，让对方非常危险，非常重的手拳打得危险。你要，然后这是好的这一下抓到这个脚了。那这一下这个史蒂文·班克直接被摔倒在地上。我们看到这个修鹏程反应很快，而且这个史蒂文·班克是非常喜欢去打近身，正好符合了咱们这个修鹏程的一个打法。那现在看一下修鹏程能否乘胜追击，个体能压上去，可以说力量可想而知。所以这个重量级这个拳手的比赛实际上是很危险的，对，从一拳打中就改变局面了。好的呢，现在第一回合的比赛已经结束。那这回合虽然这个史蒂文·班克体重很大呀，但是修鹏程一直是压制着对手在打。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回合的慢动作回放。那可以看到修鹏程的这个出拳可以说是快准狠啊，连续的去挥拳，这个史蒂文·班克是根本扛不住啊。那现在让我们期待一下第二回合，修鹏程能否乘胜追击 ，KO 掉这个美国的功夫熊猫。好的，现在我们来到了第二回合。上一回合这个史蒂文·班克被打得很惨啊。那看一下这一回合修鹏程会采取什么样的战术？互相了解了，双方对力量有感受。修鹏程有一点做的是非常出色的，就是他永远不会给功夫熊猫带动自己节奏的机会，他永远是按照自己的节奏在走。功夫熊猫之前对阵阿斯哈提的时候呢，就接连使出了这种面对于对手出拳的时候的勾腿，这种经常把对手勾倒。对，
但今天好像他的这个腿法没有成功。确实，修鹏程的因为修那这时候我们看到连续重拳之后，史蒂文·班克应该是有一些扛不住了。看现在这个样子，欧若豪的应该是不行了。裁判现在是暂停了比赛。现在这个史蒂文·班克是直接被打到跪在地上磕头啊。看一下现在裁判开始读秒，还能不能坚持，还能不能打？强夺。难度大会至少会。我的表示自己还想打。那现在修鹏程又是连续的重拳，现在乘胜追击。我们看到欧若豪的连砸了几10拳了，现在已经。那现在这个史蒂文·班克完全没有反抗之力了，裁判是直接结束了比赛。那这场修鹏程打的是非常的漂亮啊。好的，让我们恭喜修鹏程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。